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你可能挺熟悉的问题：学中文时候的那个疲劳感。你给的这份《中文学习疲劳调节指南》的节选，正好说到了这个，感觉越学越累，有时候真的，有点想打退堂鼓了。这个太普遍了。我们今天就想帮你从这些资料里，挖点实用的东西出来，看看怎么能让你觉得原来可以这样，把这种累变成学习路上的一个小调整，而不是死胡同。资料看起来是把疲劳分成了身体、心理还有心态这3个方面，对吧？听起来挺系统的。没错，这么分挺好的，因为它指出了累的不同原因嘛，这样就能有针对性的去想办法。我觉得这些资料的核心想法，其实就是强调要巧干，不是硬扛，要找到怎么跟疲劳和平共处，甚至化解它。那我们就仔细看看这些方法，聊聊他们为什么可能对你有用。好，那咱们先从最直接的那个感觉开始吧。身体上的累，比如看久了眼睛酸，或者一直坐着那个脖子特别僵，有时候就是感觉脑子像一团浆糊似的转不动。这种时候很多人可能就直接不学了。那资料里有什么比较巧的办法吗？这里提了2个，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所谓的边放松边沾中文，意思就是你不需要专门停下来搞什么复杂的放松活动，而是在休息的那个小空档里，用一种几乎不费脑子的方式，还能跟中文保持点接触。第一个方法叫中文儿歌或轻音乐放松法，操作很简单。比如说你感觉累了，特别是刚背完一堆生词，头昏脑胀的，这时候可以放点节奏慢的、词儿简单的中文儿歌。资料里举了例子，像什么拔萝卜，或者中文版的小星星，或者干脆就是中文的轻音乐。你可以小声跟着哼哼，或者就把它当个背景音。同时呢，闭上眼睛，歇会儿，揉揉太阳穴，或者转转脖子。等等，听儿歌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小儿科了？我是说，咱们讨论的是学中文这种挺复杂的语言感到的累，听拔萝卜能有多大用啊？会不会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而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正好碰到了这个方法的核心。其实资料强调的重点不是儿歌本身的学习价值有多高，而是利用它的2个特点：低认知负荷和语音环境。首先，你想啊，轻松的音乐确实能帮你的神经系统从那种高度紧张的学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这是生理上的调节，对吧？这个能理解。其次呢，儿歌的词，比如萝卜、星星、月亮，通常都是一些高频的基础词，而且旋律重复性很强。在你无意识放松的时候，这些简单的发音模式和词，就像背景音一样，在你脑子里过一遍。它不是主动去学，更像是一种非常柔和的环境浸泡，在不给你增加负担的前提下，维持你和中文语音的那个连接感。甚至有研究说，这种无意识的语音接触可能对培养语感，甚至是对声调的细微感觉都有潜在的好处。资料里那个例子，听买菜歌记住了黄瓜、西红柿，关键就在于不知不觉和有趣，这恰恰是打败疲劳的关键。好吧，你这么一说，从低认知负荷和环境浸靠这个角度，确实，感觉更有道理了。它不是让你去分析歌词，而是创造一个轻松的中文声音环境来帮你放松。那第2个针对身体疲劳的方法呢？第2个是中文绕口令或短句口腔操，这个特别适合什么时候用呢？就是你练口语或者跟读的时候，感觉嘴巴肌肉有点酸，舌头好像打结了。资料建议这时候就别硬撑着继续说那些又长又难的句子了，不如找点特别简单的中文绕口令，比如44、10是10，或者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注意啊，重点是慢速轻声的念，完全不用求快，也不用求说得多标准，就把它想象成给你的口腔肌肉做一套拉伸放松操，而不是一次发音考试。我明白了。所以重点不是那个绕口令本身难不难，也不是要练得多流利，而是那个动嘴的过程，是吧？
就像咱们运动完了要做拉伸一样，这是给说话的肌肉做个放松，同时呢，又正好用了中文的语音材料。对，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做的好处，你看，第一，它直接活动和放松了你些紧张的嘴巴、舌头肌肉。第二呢，虽然目的不是练习，但你在念四、十或者葡萄皮这些音的时候，你的发音器官确实在一种压力很小的方式进行着像平翘舌、送气音这些的协调运动。这种在放松状态下的肌肉活动记忆，可能比你紧张的时候死记硬背发音规则效果来得更自然。它把一个可能挺枯燥的发音巩固过程，变成了一个有点像游戏，又带点身体活动感的体验，这样心理上就不那么排斥了。身体的累可以通过这些挺巧的方法缓解，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更折磨人的是心理上的累，就是那种感觉，天哪，中文怎么这么难学？我感觉我永远也学不会了，然后自信心就一点点没了，甚至开始焦虑。这可能才是很多学习者，包括你，真正觉得痛苦的地方。资料对这个有什么好建议吗？确实，心理上的疲劳往往更麻烦。资料对这一点的核心策略，我理解是寓学于乐，就是想办法降低学习的那个任务感和压力感，让接触中文的过程本身变得更有趣、更轻松一些。这里也提了2个方法，第一个叫中文小游戏闯关。就是利用现在挺多的语言学习 App 或者小程序，比如玩一些中文拼字游戏，把偏旁部首拼成一个汉字，或者像那个汉字消消乐，你在消掉色块的同时，得快速认出来，还要区分那些长得很像的字，比如日和木、己和乙。玩游戏听起来确实比背书是轻松多了，但这儿可能有个问题，玩游戏会不会更像是摸鱼？或者说是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它带来的那个乐趣，真的能变成实实在在的中文能力提高吗？或者说我们怎么能保证玩游戏不是打发时间？这也是资料里其实暗含了一个关键点，要选那些设计的好的游戏。一个好的中文学习游戏，它的核心玩法应该跟你想学的目标，比如认字、辨别词语，甚至理解简单的句子结构，是紧密结合的。当你很投入的玩游戏，比如为了过关或者拿高分，很专注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不在我在学习上了，而是转到了我在玩儿。这种状态下，大脑对信息的接收往往是更开放的。比如在汉字消消乐里，为了快点消除，你必须一下子就分清日和木那点细微差别。这种重复性的、有目标驱动的辨认，可能比你光看字帖去记效果还要好。资料里那个区分买和卖的例子，不就是利用了游戏化的视觉对比吗？卖字上面多个十，想货物，把一个挺枯燥的记忆点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发现。所以关键是要选那些真正把学习融到玩法里的游戏，而且呢，要适度，把它看成是一种调节方式，不是说替代所有的学习。理解了。重点是游戏本身的设计，还有我们怎么看它，是调剂，不是学习的全部。那第二个化解心理疲劳的方法呢？第二个方法叫中文生活场景小模拟。这个方法更强调把中文和你真实的生活，无缝对接起来，让它活在你身边。操作起来也挺简单的，就是当你觉得对着书本或者 App 学有点没劲儿、提不起精神的时候，就利用你当时在的环境，做点简单的中文自言自语。比如你在厨房泡咖啡，可以小声用中文说我在倒热水，咖啡是黑色的，很香，我想加一点牛奶。或者你整理桌子的时候，拿起东西说这是我的手机，白色的，这是我的笔记本，上面有汉字。这种自言自语听起来很实用的，因为它直接就把语言用在真实场景里了。但可能对一些刚开始学的或者性格比较内向的人来说，刚开始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或者不知道该说啥？会不会有这种困难？资料有提到怎么克服吗？资料虽然没具体展开说，但它的核心精神，我理解是指向极度简化和降低期望。关键就是一开始完全不用追求说完整的句子，甚至语法都不用太在意，
就从最简单的叫名字开始，看到苹果说苹果，拿起杯子说杯子，或者用最基本的形容词，红色的苹果，白色的杯子。核心是要打破那个我必须说对、说好的心理包袱。这种练习的价值不在于你说的多复杂，而在于它不断的强化中文可以用来指我周围的真实东西这个连接感。它让你在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下用中文，哪怕只是蹦几个词儿。这能大大降低学中文的那个距离感和畏难情绪，让你觉得中文不是只在课本里的东西，而是可以融进你日常生活的工具。这种亲近感对于缓解中文太难了这种心理疲劳是一剂良药。明白了，从最简单的命名开始，把门槛降下来。关键是建立那种我可以用中文跟我的世界互动的感觉。好了，我们聊了身体和心理的疲劳，资料还提了第3个层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更触及根本，就是心态。很多人，可能包括正在听的你，都会有这种想法：学习累了就应该坚持啊，停下来就是偷懒，心里会有一种负罪感。这种心态本身好像也是一种疲劳的来源。的确是这样，这种不能停的念头，或者说休息就是浪费时间的观念，本身就可能让你更累，甚至最后彻底不想学了。资料针对这一点提出的那个反向调节法，我觉得非常有见地，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调节策略里的定海神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要让你从想法上真正接受并且去实践，累了就停，休息好了反而学得更好。具体怎么做呢？比如你计划学2小时中文，但1个小时之后，你明显感觉注意力不行了，看什么都进不了脑子，效率特别低。传统的好学生想法可能会告诉你，再坚持一下，把计划完成。但这个方法建议你，这时候最聪明的选择是果断停止。停下来之后干嘛呢？关键是去做一些跟中文学习完全没关系，而且能让你真正放松开心的事儿。比如听听你喜欢的不是中文的音乐，看个搞笑视频，出去走走，或者干脆就发发呆，晒晒太阳。接受停止也是一种策略，这话听起来好像挺对的，但要做到心理上接受它，可能没那么容易。特别是可能你周围的人都在强调努力、坚持什么的。资料里有没有再多说说为什么这种战略性暂停反而更有效？光靠意志力去接受可能还不够。问到点子上了。资料里那个把大脑比作电池的比喻，其实就是在解释为什么当你累的时候，大脑处理信息、记忆、分析的能力都会明显下降，就像电池没电了。这时候你非要充电，也就是学习，不仅效率特别低，因为充不进去，还可能过度消耗这个电池，导致你第2天甚至更长时间都对学习提不起兴趣。这个在心理学上有点像习得性无助或者学习耗竭，而反向调节法提倡的休息，就像是让电池有机会重新充满电。再往深了说，认知心理学也有理论支持，叫注意力恢复理论。它指出，做一些不需要太多思考、让人愉悦的活动，比如接触大自然、听音乐，能有效恢复我们那种高度集中的定向注意力。所以休息不仅仅是不学习，它其实是在主动的进行认知资源的修复和补充。资料里那个例子不是说了吗？从强迫自己背50个词搞得特别痛苦，后来改成累了就停，哪怕只背了10个，反而最后能轻松完成30个字，而且不觉得累。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种方法不是鼓励你偷懒，而是倡导一种更聪明、更符合大脑工作规律的学习节奏。它需要你转变观念，把休息看作是对学习的投资，而不是浪费时间。把休息看作是学习的投资，而不是成本。这个视角转换确实很关键。它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关注学习的质量，而不是仅仅看时长。这对那些习惯用学习时间长短来衡量自己是不是努力的学生来说，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但听起来长远看是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式。正是如此，你想想，学中文，特别是要学到流利的程度，这绝对是一场马拉松，不可能是100米冲刺。只有懂得在路上适当的补充能量、调整节奏，爱护好自己的发动机，也就是大脑和心态，才能最终跑到终点。
接受疲劳是正常的，并且学会用策略去调节它，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级的学习能力。好了，我们今天一起深入聊了聊你提供的这份中文学习疲劳调节指南。总结下来，我觉得它的核心智慧就是告诉我们，面对学习的疲劳，别硬扛，也别有负罪感。放松和调整本身就是高效学习策略的一部分。不管是用儿歌、口腔操来给身体松松绑，还是用游戏、生活模拟来给心理减减压，或者是用那个反向调节法来给心态充充电，这些方法都是在帮你找到一种更聪明、更人性化的学习方式。对，最终的目标其实是找到那个让你感觉相对舒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学习节奏。学习过程有起有伏太正常了，累了也是身体和大脑给你的信号，关键是怎么去理解和回应这些信号。掌握这些调节技巧，就像是给你的学习工具箱里多了几件好用的工具，能让学中文这段路少一点痛苦，多一些能持续下去的动力，甚至还能发现其中的乐趣。这不仅仅是学语言，更是学着怎么更健康地跟学习这件事情相处。那么，听完这些策略，现在不妨留给你一个思考：在你每天的学习和生活里，有没有哪个微小的空隙，或者哪个疲劳信号灯亮起来的时候，可以试试刚才提到的某个小方法？也许真的就是泡咖啡的时候，用中文自言自语几个词，或者在上下班路上，把刷短视频的时间换成听一首舒缓的中文歌。对，可以想一想，哪个方法对你来说门槛最低，最容易马上就试试。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改变，就能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和效果。这需要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去试试看，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那个调节法门。希望这次的探讨能为你带来一些实用的启发和新的视角。感谢收听。